Hello，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吗？爱做视频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一种视频内容，它能长期爆火，而且稳定吸粉，甚至可以轻松拿下100万的播放，并且还能帮助你呢在 YouTube 上面挣钱？你别说，真的有。我今天说的这种呢，这种 AI 生成的一个治愈系的一个短视频，相信其实最近很多人在刷抖音的时候呢，都可能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视频，还有这样子的哈。宝宝掉到这个泥潭里面了啊！另外一个小宝宝来救他，还有类似这种的哈，这种宠物系列的哈，这种动物遇到了其他的动物进行打斗，类似于还有这种哈，一个怪兽在追这个小猫，这个小猫呢在前面挣扎啊，不小心掉下了悬崖，还有这种哈，都是类似这样的啊。可以看这时候一只小鸭子一拐一拐的过来哈，它来救这只小狗。什么小狗跳起来呀，就被困在树上的小猫啊，这个鸭子呢来救这个乌龟等等。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场景哈，它都是 AI 生成出来的啊，还有这样子的啊，它全部都是 AI 生成出来的。这儿呢我就点一个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了就知道。那找一个播放量最高的这个53万的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一只大熊哈，它拦住了老年司机。他拦他的原因，大家看到，因为前面的隧道那里要塌了，所以他拦住了他的去路哈。这种是大熊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啊，它的播放量哈可以达到了53万次的观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呢，它仅仅发了23个视频了，已经达到65万的一个订阅者。那这个频道更夸张，25个视频啊，达到了180多万的一个订阅者。并且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呢，都是属于一个 AI 频道刚刚起步的啊，它就是靠这种内容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达到几万甚至几百万的一个播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505万的这些视频都是可以看到了，它的播放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万哈，3650万粉丝啊，也是像火箭一样蹭蹭的往上涨。除了国外的这些频道啊，小鱼儿也发现了抖音上面也有这种，可以看到小狗救小孩，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掉到这个泥潭里面了，把这个小孩子就带回去了啊，这个孩子从车上掉下来了啊，这个小猫把它救了。其实大家不要看这样的视频啊，它虽然说短啊，但是其实现在这样的视频它真的还是非常的火。那这很多人其实他通过做这些 short 短视频呢，已经有了盈利。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搜索 play 显示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啊，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频道啊，它做的全是一些 AI 的一些 short 短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广告收益哈，这个只是一个广告收益呢，达到了6000到10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收益哈，其实还是非常的高。这儿其实很多小伙伴可能都会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这种视频它能火？那么背后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让这么多人来观看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小鱼儿也忍不住好奇来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就是这个3000多万的视频我也来看了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这里呢，为了版权呢，我就关掉了这个音乐哈。可以放一点给大家啊，它是带有一个配音的。这个就是一只猫哈，还有一群小猫。这个猫真的骨瘦如柴了，它应该是在这里偷食物哈，偷食物被这个人啊，可以看到拿着枪呢打了过去。可以看到这个猫已经骨瘦如柴啊，被奄奄一息躺在这个地上啊，这个人啊，这拿着枪就走了。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宝宝们哈，在这里使劲的叫唤。看这只小猫。还给他带着氧气在抢救他，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剧情的啊，它的剧情写得非常的好。其实这个视频的背后呢，它有一套长期有效的内容公式哈，有一套抓住了一个人的一个心理。简单的说呢，用3句话来说明：第一就是脆弱生命啊，第二就是英雄式拯救，第三就是一个情绪的反转。基本上这些播放量非常高的哈，它都是有刚才的这种一个公式在里面的。其实观众看的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剧情，而是短时间内情绪的一个急速变化。那从一开始的担心、焦虑到突然的惊喜、感动，再到最后的释怀和温暖，这种高浓度的一个情绪体验哈，正是 Source 还包括一个 Talk 这些平台最喜欢推的。现在的人哈，对动物也好啊，特别是对小动物都有一颗怜悯的心。看到这种动物救人或者动物抢救小生命的一个情节，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的，所以呢，它的一个点击量呢，一直都会
很高。OK， 视频看到这里，那今天小鱼儿呢就来教大家手把手的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 Shorts 短视频。特别是针对我们新手哈，如果说你刚刚起步啊，你不想去做长视频，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个短视频。其实做这样的一个 AI 爆款视频呢，只需要3步。首先第一步 ，AI 写故事脚本。那这里 AI 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哈，你用哪个顺手你就用哪一个啊。在这里呢，比如说有什么 DeepSeek 呀、什么 Gemini 呀、GPT 呀，那他们呢都是可以帮你来写一些故事脚本的。虽然说其实这种以婴儿为主题的它确实容易火，但为了避免触碰到 YouTuber 的一个儿童保护政策啊，我建议大家呢把被救的对象呢给它换成动物，比如啊一只鸭子救一只乌龟啊，一只狗救村里的老人，或者说一只猫救晕倒的路人，这样呢既保留了核心公式，又能规避风险。第二步就是生图工具很多哈，比如说 Midjourney， 也比如说 Leonardo， 或者说是啊像现在的这个可伶。第三步就是图生视频，就仅仅3步哈就可以完成。OK， 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来给大家讲解。首先第一步就是写故事脚本加生成图片。 AI 写故事啊，需要写一个有剧情的故事，我也有一套详细的模板提示词模板，那我会把相关的提示词模板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你甚至都不用自己去思考哈，你直接引用这一套模板去生成图片，后面的就非常的简单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个短视频的脚本。那这一套模板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啊仅帮我撰写一个30秒的一个 YouTuber 的 Shorts 短视频脚本，讲述一只小狗拯救一只脆弱动物的故事。那么故事应具有情感共鸣，情节跌宕起伏，积极，结局积极向上，并包含5到6个关键场景。第一，那首先呢，定义主要角色啊，它包括我们需要先把角色描述出来。那么包括他的姓名、性别、年龄、面部特征、发型、衣着和性格，并且在每一帧都要使用完整的角色描述，以确保所有场景的一致性。那么这个场景的一致性啊，大家不用担心，后面呢我会告诉大家啊，这个完全都不是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角色啊给它生成出来啊，把它提示词先写出来。那第二点呢，就是使用简洁的 AI 绘图提示。800字以内描述每个场景，那说了这里有5到6个关键场景。那么第3步就是无需图片啊，只需输入适合 AI 绘图的文本提示便可。那么有的工具呢，它是可以绘图的，比如说 GPT 哈，你用的是升级版本，它是可以直接帮你绘图的。这儿我们不需要哈，我们只需要它给我们提供提示词。那么第4点，使用逗号分割提示，不要包含其他符号，因为很多去生图的话，有一些多余的符号它没有办法生成。第5步，故事风格啊，电影场景、人物肖像、角色设定格式如下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关于角色，比如说小 A 啊多少岁，什么卷发或者什么连衣裙，什么眼睛是怎么样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第2个角色什么小 B， 它又是怎么样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关键帧提示格式，比如说角色名称、角色年龄及性别、发型、发色、表情、指定上下身衣服的着装的颜色、配饰、动作、背景描述、镜头、视觉风格啊，这是一套非常完善的提示词。接下来我们直接复制，建议大家呢把它翻译成英文哈，你可以直接用这个谷歌翻译，这也是小鱼儿常用的哈，因为我也是不太会英文哈，所以大家可以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谷歌翻译哈，直接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到 GPT， 直接把这里粘贴给它。当然在这里的话，如果说你想更改一下内容，比如说回到这里，我不想讲一只小狗拯救什么脆弱动物，我想把这只小狗改一下，这里我们稍微可以看到上面有个双箭头符号，我们切换一下，切换到这边呢，我们来把它改成一只小猪一只小猪拯救，把它改成人也可以，对不对？拯救一个老人，那这样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这里呢，你只需要把这里的主角还有人物它里面的角色把它更改一下就可以，那你就可以生成出不同的一些视频出来。你也可以是今天小狗，明天小猫，后天小猪大后天或者老鹰都可以，都 OK。你的视频
可以不重样，你可以写出几千个啊，有 GPT 完全没有问题。这里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里面每一个视频都出现了蛇，看一下每一个视频都出现了蛇啊，不同的一个鸟类。不同的鸟类遇到了蛇，主角就是这个蛇，看一下哈，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救它的崽啊。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来稍微的灵活的变动一下就可以了。那这儿呢，我还是一只小狗拯救一个动物。接下来呢，你直接复制这个提示词。那么我们来到 GPT 哈，那这儿呢，小鱼儿常用的就是这个 GPT 呢。我个人是每天必用哈。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账号哈，你可以去描述栏看一下，有成品账号购买。如果说你想要升级到更好用的版本哈，之前小鱼这也出过一期 GPT 购买或者 GPT 代充的一期教程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获得一个 GPT 的账号。这儿我也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啊。返回来，接下来可以看到啊，他这儿说实话写了个啥，我也看不太懂哈。当然这里我们也不需要懂，鼠标往下拉。这里他回复我们的也是英文哈，我这里就直接让他帮我翻译成中文。OK，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角色，在这个短视频里面，它有3个角色，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只金毛犬，还有一只小灰猫。那么剧情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把剧情30秒，大家知道Shorts短视频是非常短的哈，它就是一个字儿短都只有1分钟的样子哈，1分钟左右几十秒这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剧情：米娅带着小狗巴迪在河边散步，突然，巴迪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冲向一阵微弱的猫叫声。一只小猫被困在河中央的石头上，水位正在快速上涨。巴迪勇敢地跳入水中，奋力游向小猫，把它轻轻叼起，往岸边游。剧情反转，米娅发现河水的水流比看起来更湍急。巴迪在半途中有些吃力，米娅跪在岸边呼救，给了他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最终他们安全返回。米娅用围巾包住小猫，露出安心的微笑。这就是一个剧情的一个反转。这儿呢，他就直接帮我们分镜了，分成了6个镜头。那么接下来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这里直接就把这个角色去生成一下这儿我就复制一下大家都可以复制一下。你同样，我们把这里有个叉，把它删除，再连贴上来。这里大家要看一下，比如说关爱动物，这里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只需要生成这个人物那我也是第一次呢，我也把这个关爱动物一起加进来了，但最后生成出来的效果是这样：这个小女孩关爱动物，抱着是动物，头上也是动物，所以呢，我就把关爱动物这几个词呢，把它去掉了，我直接只要前面这一段。接下来它生成的呢就非常 OK 了，这个就是这个小女孩，没有多余的东西。那么这儿呢，我生图大家都可以用你比较顺手的一些工具你可以用 Leonardo 你也可以用 Midjourney 那 Midjourney 其实画质会更清晰这里我就随便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接下来呢，画完了小女孩，接下来直接去画这个金毛犬同样把它复制一下金毛犬完了之后就是这只母猫可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里猫出来了这个金毛犬也出来了这里图片有了，我们图片已经有了，我们直接点击这上面有一个下载按钮直接点击它去进行一个下载这里放大来下载图片也 OK， 可以看到这里下载好了。主角有了之后，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第2步。这里小鱼儿偷了一个懒我也是就想直接去生成视频了那么这里我就不再去用这个再去给它生成一些什么场景当然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图片让你整个视频的效果好一点，你可以先去把它这些全部生成一遍图片，再去进行一个图生视频。这儿呢，我直接让它把这个关键画面 AI 提示词呢把它改一下，直接改成生成视频的提示词，根据场景与提示词编写相关的背景音乐音效，与每个场景符合我就直接跳过了我没有去生图，其实也可以去生图。我这里可以看到视频的提示词，它有背景音乐，还有一个音效在这里。那我们这里直接复制第1段，复制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去生成视频。这里同样还是需要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那接下来呢，我要用到的一款工具呢，就叫可伶 AI。最近可伶 AI 也升级到了2.1的版本哈，我个人认为啊，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里可伶 AI 的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哈。当然，我这里用的是国际版哈，因为国际版的话，它用的是用邮箱登录哈。如果说你用的是国内版的话，它用的是手机号来登录。接下来我们呢，直接登录进来。那么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邮箱来登录。可以看到啊，刚才我也是用了1-2组提示词来生成了一下这个图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啊，真的太真实了哈，吓了我一跳哈，真的这个小猫真的太可爱了。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国内版的，你可以看到它这儿使用的是手机号登录。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哈，你还没有用过可伶 AI， 第一次的新手朋友进来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会获得166个积分。那么积分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要生成视频的话，一次要消耗20个积分；如果说你要生成图片的话，一次只消耗2个积分。所以这166个还是可以够大家试用，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首先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图片生成图片，那我这里就直接选择的是一个视频生成。这里我们选择了图生视频，选择了图片生成哈，它第一个是文生视频，第二个是图生视频啊。我们已经有了图片，我们选择图生视频啊，它第一个是首尾针哈，第一个图片是啥？第二个图片结尾又是什么？这儿我们选择一个多图参考啊，我上传一下我的图片，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小女孩，第二个是这个小狗，小女孩牵着小狗在散步。接下来把我们的相关提示词复制过来啊，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确认，直接点这个选智能参考就可以了。这儿我们就默认的哈，不用去改它，点确认。接下来把我们的提示输入到这个下面，这里把这个打开哈，同时生成视频的音效把这个打开。那这里你不希望呈现的，比如说模糊、变形，鼠标往下拉，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标准模式就可以了，时长选择5秒。比例这里选择9:16，这儿呢，它一次性可以生成好几条啊。如果说你没有会员的情况下，你一次只能生成1条，你想生成2条，你需要有 VIP 啊。我这里选1条，点击一个立即生成。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它真的可以保持人物的一致性哈，因为我们使用了图片参考。如果说你是文生视频的话，那它就很开放啊，生成出来的图片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哈。但这里我们给了它图片之后，它会按照我们给出的图片来参考。这儿大家看一下，它还带有一定的走路的脚步声。不得不说哈，这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小狗也是正常的，这个小女孩也是正常的，而且还有一个脚步声啊。这里生成好的视频，这就是第一个镜头哈。小女孩带着小狗出来散步，那么好了之后，我们下面有一个下载，直接点击下载。接下来第二个场景啊，看一下这个小猫哈，它在这个石头上面，这里直接同样还是来把它翻译成英文，方法一样哈。这个时候不需要2个参考图了哈，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就行了，首尾针，把这个删除，直接拖1张照片进来就可以了，拖1张照片进来哈，因为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它只出现了这个猫咪。所以我们不需要出现其他的一些角色出来，然后把提示词粘贴到下面哈，方法一样，点击生成。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生成出来的这个效果是这样子的。不得不说，这个懒不能偷哈，它的背景不对哈，这个小猫它应该是在一个河中央的一个石头上面哈，但是它这个背景不对，所以这里还是哈，如果说这个场景不对，你可以去点击这里一个图生视频。那么我们还是先去生成图片啊，点击这里去图片生成，这儿选择图片生成之后呢，直接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单图参考上传这只小猫，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弊端哈，这个可伶国内版的会出现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图片参考啊，他说可能会怎么样啊？这个侵犯他人的一个权益，直接就不同意返回啊，这个功能我们完全使用不了。那这儿我们就建议大家就切换到可伶的一个国际版，可伶的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接下来点图片生成。可以看到这里它同样有文生图、图生图，我们选择图生图，这儿我们选择这个参考图生成图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文字不一样哈，国际版显示的是英文，国内版显示的是中文，但是啊它这里功能是不一样的哈，这里完全没有问题，但国内版使用不了。我们这里直接点一个加号，把这只小猫输入进来。可以看到这个猫进来之后，接下来呢输入这个提示语，
其实刚才有生成图片的提示词，只是我们没有用哈。这儿3个月的母猫是一只灰猫，复制一下哈。同样，我们这里把它翻译成英文，把提示语粘贴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选9:16，这里选择有2个，可以生成2张，可以3张，可以4张。我选择生成2张，点击这里生成。这儿生成图片它的积分就用的少一点，只需要4个积分。但如果你是生成视频的话，这里至少需要20个积分。好，接下来大家看一下我生成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只小猫在这个水中央这里有一块石头非常的滑。这图片生成好之后，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一个下载。接下来呢，那我们就直接来切换到图生视频，点击在下面图生视频，这里是首尾帧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参考，选择这只小猫。这个时候呢，这个狗呢，它要跳下水来去救这只小猫。这儿点一个确认，把这个狗跳入水中救小猫的这个场景复制一下，提示词粘贴到这里。同样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选择这个5秒9:16，这儿选一个就行了。大家可以看，如果说你选2个的话，需要40个积分我们选择1个就可以了。点一个生成，那它里面真的有一个效果在里面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图已经出来了。这是金毛叼着这只小猫上岸了，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它还是理解到了直接帮我生成了一个这样的视频。那这儿我直接点击这里有个下载，直接把它下载下来。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场景小女孩抱着小灰猫，这个只小黄狗了，它全身湿漉漉的。这里我们可以先去把图片给它生成出来还是点这个图生视频。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了小猫，还有这个会出现3个人物这我们选择多图参考，把3个都要一起把它上传进来，这个叫多图参考。这就是为什么它能保持人物一致因为它是参考了我们现有的图片。接下来输入提示词，这里点击生成，那么可以看到生成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我个人还觉得还是不错看一下，女孩还是这个女孩，狗还是这只狗猫还是这只灰猫保持了一致性。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图生视频。伙伴们，你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免费的比如说你是获取到了166个积分这种没有付费的情况下呢，这个可能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需要排队，免费用户需要排队，可以看到大约需要等待2个小时。这里建议大家呢，直接使用国际版，国内版局限性太多了，很多速度又慢而且呢有的也用不了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国际版的。如果说你经常做视频其实这个工具还可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那你如果是要年付它其实价格还是很优惠的，性价比还是很高。可以看到1年下来只需要79美金1年只需要79美金。那 Plus 的版本稍微贵一点你可以看一下。OK， 这里所有视频生成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来到剪映。那剪映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来编辑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导入，把图片选进来，拖下来这几个图片拖下来，你看一下它的顺序，你可以拖动这个图片调动来替换它的一个顺序。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视频现在是20秒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把这些段给它拼接起来，加转场，加配乐，加字幕，最后呢写上一句话。可以看到这儿它会有一点 logo 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点点。OK， 把这个 logo 给它隐藏起来。这个也是一样这时候我们加入一个音乐要使用一些无版权的音乐这儿我拖一个下来，音乐声音不要太大把它这里有一个音量把它调小一点，来个淡出让它缓慢的进来，缓慢的出。多余的这里我们把它剪掉，向右裁剪，听一下看还可以调整一下。那这个里面可以加一些水声比如说这儿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音频，里面有音效，有水声吧，这下面有，听一下这个可以，比如说把它拉到这下面，多余的把它裁剪掉水声音也可以把它调一下，稍微小一点。OK， 再听一下看有一点水声这个更形象一点。最后这里可以再来点女孩的笑声这个可以比如说这个声音把它拉下来，加上一个狗叫声，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啊，这样其实这个视频就制作完成了哈。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醒目的标题，这里我还是问 GPT 哈，让它直接给我加一个醒目的标题，加一个标题点文本，这里直接输入文本哈。金毛跳河救猫，这儿可以给它加上一个背景，这里有个动画的效果哈，循环的这种，有一点特效在里面哈。当然这个标题也可以不用这么长，把它往前缩一点，最后再来一句升华，这样让大家产生一个共鸣。那这个字体你可以往上移动一点，还是可以给它加一个背景动画，我觉得这个就是OK。 到这里呢，视频就制作完成了。其实啊，做这种 AI 视频的话，它技术不难啊，因为现在出来了很多 AI 工具，可以直接生成视频。那么比如说小鱼儿之前这里有给大家推荐5个视频生成工具哈，那包括像这个 Flickr 呀，或者这个 InVideo 哈，这3个视频生成器都非常的不错。那么这里呢，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你看，想要长期做视频并且不露脸做视频呢，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帮你完成你只需要有一些想法去改写去制作这个视频就可以了。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呢，你要明白为什么别人的这个视频会火它火的一个原因在哪里。那么我们也只要掌握了这种底层逻辑，哪怕你是第一次做其实也有机会在 YouTube 里面去分一杯羹。好了，今天小鱼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所有工具和提示词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品吧。